當你來到新加坡找美食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一定會去這3個地方：新加坡獨有的小販中心、商場裡的店鋪，還有街邊的餐廳。嗨，大家好，我是蘇珊。今天我們在新加坡3個不同的地方吃同一道美食。今天我們吃chendol，第一站我們來到了上次也來過的牛車水大廈 ，Let's go。據說這個地方啊，在日據時期，它是由日本憲兵使用的一個地方。當初這裡是一個殯儀館跟妓院，然後大概在1960年代的時候就被夷為平地，1975年重建，就變成了今天這個樣貌，成為了牛車水的新脈。第二次來我已經輕車熟路了，我們要去的地方是008。今天因為是周末，好多人，你看這個隊伍，然後呢座位也是滿滿的。好嘞，我們找到了第一家，就是吃小販中心裡面的Old Amoy Chendol。一碗chendol好不好吃啊？看它的賣相就知道了。你看它的那個紅豆，看起來就不是那種包装的，就是自己煮的。然後它的這個椰糖啊，是非常粘稠的，那個顏色色澤是非常的漂亮。然後它的这個chendol也是這種矮矮胖胖的，跟我之前在馬來西亞吃那種細細幼幼的有一點不一樣。來一口冰。哦，好香哦！它的椰糖的味道不是那種齁甜的，就是滿就是那個椰糖的香氣，搭配這個冰，非常的解暑。chendol啊，它在東南亞是非常盛行的一碗冰品，因為在東南亞大部分的國家就是在赤道上面，所以四季如夏，然後來一碗這樣子的冰品啊，舒服。想嘗它的紅豆非常久了，來一口。它的紅豆煮得好綿哦，而且還用的是那種大顆的紅豆，所以吃起來非常的有口感，綿綿的、沙沙的。然後它煮的甜味也是帶一點點微微的甜，很香的紅豆味，非常的好吃。如果說紅豆煮不好啊，它就会吃起來沒有什麼紅豆味。這個的紅豆味好香，來試試看它的chendol。它chendol的斑斕味也是非常的濃郁，很好吃。這是一碗可以給它夯的chendol。關於chendol的起源啊，在民間跟學術界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說法。目前最普遍的說法是說它起源於印尼的爪哇島，然後流傳到當年的馬來世界，也就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的地區。然後在印尼啊chendol最早是被稱作為dawet。在大概12世紀的古爪哇碑文和文學作品裡面，像這個 Krishnayana 中就有提到類似dawet的這種飲品。可是當時啊還沒有這個制冰的技術，所以一般上知道的chendol啦，更多是指這種綠色的粉條。它是怎麼制作的呢？就是用斑斕葉打成汁，搭配米粉或者綠豆粉去制作的。所以當年的chendol或者dawet是怎麼樣的呢？它其實就是由這種綠色的粉條搭配椰漿跟椰糖，然後他們用冷藏的技術讓它變涼，所以也是一個解暑的飲品，但就不是現在的冰品啦。所以很多時候啊，我們說chendol，有的人會說，chendol就是這種綠色的咯，但是也有人說chendol就是這整份的冰品咯，其實都沒有錯。那為什麼它會叫chendol這個名字呢？有人說是因為它的形狀就讓人聯想到這個名字，也有人說在制作這個綠色粉條的時候，它穿過那個過篩的孔會發出類似的聲音，但是我有點想象不出穿過那個孔要怎樣發出chendol的聲音啦。反正我小時候啊，一聽到chendol的時候就知道，我們要吃冰了，就非常的開心。看起来小小碗啊，其實分量不少啊，非常的解暑。尤其是新加坡最近的天氣啊，是真的好熱。好嘞，完食。這碗chendol是2.8塊。如果你有經過牛車水，非常推薦你來試試看這一家Old Amoy Chendol。我們去下一家 ，Let's go。剛剛吃飽出來，發現有好多人聚集在前面的那個廣場哦，看一看，在那裡啊，好多人圍在這裡，他們都是在玩棋子，而且還有直播。他們玩的那個棋啊，我小時候是叫做我叫馬達亮，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啊？然後
聚集的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名字的，它叫做牛車水廣場，非常寬闊的一個廣場。這個牛車水大廈就是剛才我們吃煎豆的地方。然後他們待的這個涼亭就在隔壁。第二家它叫做爺爺榴蓮園，1963年就創立了的。它這家其實主要是賣榴蓮的，然後它有一般的經典煎豆，然後還有榴蓮煎豆。那我們今天要对比，我們就吃經典的啦。這裡底下有稍微介紹一下煎豆是什麼。我們在等這一個煎豆檔了，大概就說一說煎豆是大概從什麼時候從一杯解暑飲品變成一碗刨冰的。有學者考究啊，他們就推測大概是在英殖民時期的時候，當時英國他就殖民了很多東南亞的国家嘛，他们技術也比較發達，所以他們就把制冰的技術帶進來了東南亞。於是就開始有了這碗我們印象中的冰皮煎豆。好嘞，煎豆到了，很快，大概5分鐘吧。然後可以看到它的這一個碗啊，整個形象就非常的好看，用金色的。然後它湯匙給的是這種金色的金鏟鏟。你們有玩過那個自走棋嗎？然後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綠色粉條用的是比較常見這種細又長的，它的紅豆也保留了紅豆的這個形狀，所以它煮的時間它沒有把它煮成綿綿爛爛的。椰糖看起來被這個椰奶蓋着了，試一口，它那個椰糖的香味也好香。它的冰是偏比較更加冷的，所以挖的時候要一些時間。我真的很像在用這個鏟子在鏟那個泥沙這樣子，不對，在鏟洋灰。試看它的煎豆，它煎豆就像我們一般吃的咯，味道是比較淡的，那個斑斕味沒有這樣重，還可以。然後是紅豆，紅豆它也是屬於用這種比較大顆的紅豆，但是它沒有放糖下去煮，所以沒有那麼入味，然後它也沒有煮得非常的軟綿，就是一般合格的紅豆啦。這一碗的紅豆跟煎豆可以給到一個人上人，不過它的冰就可以給到一個頂級的，很香。不過在這裡吃有一個好處，它的煎豆融化的就非常的慢，因為它不是在小販中心裡面非常的炎熱嘛，所以現在啊，我挖到底下啊，它不會是變成冰水的，還是刨冰的這種形態。哦，對了，這裡距離剛剛的牛車水大廈其實走路只需要2分鐘，挺酷的。它這裡還有一個榴蓮地圖，這個地圖顯示的是馬來西亞西馬。好，完食，這一碗煎豆是3塊8，沒有任何額外的收費。其實我覺得它跟剛剛在小販中心的那一家價格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嘞，因為這個的分量它還更大一點，然後環境肯定是好過那裡啦。我們接着去下一家 ，Let's go。好嘞，現在我們就來到了位於珍珠大廈這座商場裡面，它的2樓有一個叫做糖水的甜品店。那這就是我們第3個類型啦，在 shopping mall 裡面的一個甜品店。然後它的生意因為非常的好，所以它在這個商場的2樓有2間店面分開的。我們就試試看它的煎豆，這裡是用 QR code 來點餐的，我們來點點看。哇，它的速度好快，我剛剛下單到了2分鐘。差不多就到了，這一碗是4塊錢。我們看一下它的紅豆跟前2家有一點不一樣，它是用這種小顆的紅豆，然後它的煎豆就是很長也好肥的那一種。它的外表看起來跟前2家也是有一些不一樣，它比較偏白，然後帶微微的褐色，不像前2家它椰糖的部分就比較多。我們試試看。它的味道好馬來西亞，跟我在馬来西亞吃到的很多煎豆味道是一樣的。然後它的分量其實挺大的，一碗4塊錢。我們試試看它的紅豆。它的紅豆雖然煮得沒有特別的軟綿，還是有口感，可是紅豆味好香哦。我們試試看它的煎豆。它的煎豆的斑斕味也是很香，也是可以給一個頂級。這家也好好吃，綜合下來也是一個頂級。
它的整體的餅哦，椰湯味比較少一點，但是椰奶味會比較重，所以比較重椰奶香。然後跟大家說一個趨勢，CNN頻道它在2018年的時候就發布了世界50大最佳甜品的一個榜單，然後他就把千豆這個甜品列為了是新加坡的，然後馬來西亞人就很生氣，他就說這甜品明明是我們的，新加坡人就說這是他們的，然後啊，就有人跑去研究了，就有了剛剛跟大家說的那個故事，誒，原來在印尼大概12世紀的時候啊，就有關於千豆的記載了，只是當時還不是這個餅皮，一直到英國把制餅技術帶進來，所以這一道甜品啊，它是非常盛行在東南亞這一塊。然後我發現啊，誒，好像跟冷氣環境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這一碗千豆它還是融得很快，然後這家店也是需要自己歸還這個碗碟的啦，上一家餐廳就不需要，它 Hawker Center 就肯定是需要自己歸還的啦。哇，好飽！這家也是推薦，這個月的甜餅用料已經用完了啦。好了，本期的內容就到這裡了，我是蘇珊，我們下期見，拜拜。